丙午年，丙火与午火叠加，是变动之年，也是破局之年。很多人希望能借这一年换运。我认同一句话，决定运势的既在于你的磁场，也在于身边人的磁场。因此，换运之前，不如先换人。丙午年这一年，勇敢一点，让该走的人走，让该来的人来。日本作家古川武士在65种微习惯里列出一份情绪充电清单，其中第一项就是寻找乐观心态的朋友。人与人之间的能量是互相流动的，磁场很容易受到对方的影响。如果身边的人张口就是抱怨，闭口就是焦虑，你跟他们待久了，会慢慢变得颓废和消沉。烂人不走，好运不来。丙午年，别再做别人的情绪垃圾桶，是时候跟那些让你心累的关系说再见了。靠近那些眼里有光、心里有火的人，你的好运自然不请自来。海伦·凯勒在我生活的故事里谈到，与马克·吐温相处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。马克·吐温主动邀请他到家中做客，给他讲故事，用夸张的语调和即兴笑话逗他大笑。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标记出来，告诉海伦说，这样做的好处是小偷来光顾的时候，可以快速找到他想要的东西，不至于为找不到东西而气急败坏，破坏家里的其他物件。每次与马克·吐温相处，海伦·凯勒都感到格外舒适，对方的幽默感仿佛有种天然的感染力。海伦·凯勒在自传中写道，他像一团火焰，靠近他的人都会被温暖和光明包裹。与谁在一起，决定了你的生活状态。刘震云说，要跟能从他身上得到温暖和教益的人相处。当跟正能量的人待久了，你会获得新生，哪怕身处低谷，也能笑着坦然面对。我很喜欢天道里的萧亚文，因为他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对象。在丁元英的私募基金解散后，萧亚文自费2万多，远赴法兰克福帮丁元英租房子。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萧亚文是这样说的，通过这个人，就打开了一扇窗，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能让你思考、觉悟。这些对别人可能不重要，但我知道很重要。认知低的人困在自己的方寸之地，看问题浮于表面，跟他们为伍会拉低自己的层次。多跟认知高的人交流和探讨，我们的认知容量会被扩容。我们会发现，很多成功的人都离不开一些有智慧之人的点拨。比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伊瓦尔·贾埃弗。30多岁时，贾埃弗还只是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的一名工程师，一直哀叹自己在这个年纪很难再出成绩。当时的领导费希尔纠正了他的认知，一个人无论多晚都可以成才，还为贾埃弗指明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——电子隧穿效应。再比如巴菲特，汤姆·墨菲也是巴菲特的好友之一，两人有50年的友谊。墨菲收购好企业的经营理念深刻影响巴菲特的投资决策。巴菲特公开表示，在企业经营方面，墨菲对我的影响最大。跟高认知的人在一起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事情还可以这样做，
原来人生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可能。丙午年，别再守着旧想法过日子，去主动靠近那些层次高的人，到时问题有了新解法，困局有了新转机，人生就开始转运了。人大历史学院教授张宏杰说过一件往事，他曾在一家银行工作，闲来无事时，同事们便会拉他一起去打牌。一开始，张宏杰也乐此不疲，上班无心工作，下班就往牌馆跑。可时间一长，他发现自己除了牌技上涨，其他各项能力都在走下坡路。于是他果断离开牌友，一下班就把自己关进屋里写作，成了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。立身之败在于所染。如果离你最近的人天天躺在舒适区里，嘴里喊着躺平万岁，摆烂无罪，你跟他们混在一起，会慢慢变得懒惰，忘了自己的初心，丢了自己的梦想。所以丙午年，请靠近那些持续学习不断突破的人，他们会带你跑起来，让你明白好运从来都藏在自我的突破里。画家刘晓东与阿城相识时，阿城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作家。刘晓东也曾直言，我在阿城面前就是个白痴。在他的创作道路上，阿城曾多次帮忙为他的作品展览担任艺术指导。有一次，他画了三峡大移民，请阿城帮忙写一点东西，阿城只说试试看。结果没过多久，竟拿出来近10万字的文稿，事无巨细地交代了三峡的历史，内容详实，文字考究。阿城极致的做事态度让刘晓东由衷的佩服。于是他重返三峡，几乎踏遍每一个角落，呕心沥血地创作出了《温床》这一幅新的三峡作品。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有句很深刻的话，告诉我你和谁在一起，我就告诉你你是谁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个问题，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参与构建自己的世界。所以在新的一年，跟上进的人同行，你想不优秀都难；跟努力的人为伴，你的运势想不好都不行。丰子恺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，李叔同有一次对他说，你图画进步很快，我在南京和杭州2处任教，没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，你以后可以以此为业。这一句话直接改变了丰子恺的人生轨迹。丰子恺回忆道，李先生这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，可惜我不记得年月日时，但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的关口。什么是贵人？就如同冯唐所说，在你没有方向的时候，像灯塔一样给你亮光的人。这些欣赏你的贵人比你还懂自己，在你困于当下不知所措时，他们已清晰地看到你的未来。郭德纲一路走来，身边总有一些朋友批判他不懂相声艺术。比如在一次酒桌上，一位原本关系很好的同行阴阳怪气地对他说道，就你这么点能耐，还不都是当年偷人家天津说相声的。郭德纲对这些人没有去纠缠，而是默不作声地远离。后来郭德纲遇到了于谦，于谦说，只要郭德纲还在，我就不会离开德云社。他成了郭德纲的最强捧哏。
每个人都是一块未经打磨的璞玉，贬低你的人认为你是没用的废石，欣赏你的人却能挖掘出你最大的价值。丙午年，努力去接近那些欣赏你带你往上走的人，在他们的带领下，你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李尚龙在《请远离消耗你的人》中写道，你与身边人的关系决定了你过怎样的人生。围绕在你身边的人会以你察觉不到的方式重塑你的情绪、思维，甚至改变你的命运轨迹。记住，你的圈子就是你的运势，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未来。换对了人，丙午年你就赢了一大半。